如何理解 AI。你们记不记得，其实我之前给你们录了一个视频，是关于新能源的，那个其实就有讲我们周期策略。当你去理解一个热点的方向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做？如果你长期看直播，应该也知道很容易。本质上，我们找到了一个热点的行业。如果你每一次看到热点行业，比如说国企改革，你就研究国企改革去吧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是从你是门外汉开始，对吧？你想要迈入那临门一脚，迈到门里面，你要用多久？你有精力不？你以前的知识储备现在用不用得上？如果你是一个新人，到一个地方有多难，对吗？热点行业太多了，热点板块太多了，随时行情变化，你要想了解当下行情太难了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当你看到热门行业的时候，你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扒开外衣看行业，看它里面都有什么行业。我们看 AI 是人工智能，对吧？如果我们把 AI 把人工智能扒开外衣，看里面是什么？第一个是计算机，看到吗？计算机占59%。你们想啊，整个申万行业就32个行业，其实如果是把最主要的大概5到8个行业，你要是经过每一年，比如说有个3-5年的时间，你很熟悉它周期位置在哪里，它的景气度在哪里哈，你不用知道是它里面一些底层什么 AI 哪个软件做成什么样，不用。本质上分析师在做这件事情。我们调取数据的时候，全市场分析师会把它的景气度排名放在那里，就你至少在你脑袋里面你要有一个框架哦，这些行业谁的周期位置是低的，谁的未来2年的景气度是高的。去年春节的时候讲过景气度投资的问题，怎么理解景气度？景气度有不同的理解方法，对吧？通常的研报的理解是当年的净利润率的增速，但是我们不用这种增速，因为这种增速呢波动太大，一旦稍微下来一点，行情啪就下来了。因为就是当年的热点，我们说热点不敢追，追不动，因为热点波动非常大，而且当你发现它是热点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晚了，对吧？那我们怎么做？我们还是投资它的底层逻辑，就是你这个行业，你未来2年你不是增速哦，你是你的净利润率，你本身你就高，对吧？你说净利润率从20%到40%是增速1倍，对吧？增速就是100%。假如说你20%到30%，增速是50%，对吧？光看增速就从100%跌到50%，是突然间下来的，这个波动太大了。如果我们只看底层逻辑，比如说你这个行业，你每一年你平均都能达到20%多的净利润的话，它虽然可能在某一个阶段，它不是跑在32个行业最上面的，但是它长期下来它业绩不错的啊。所以我们选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特别是我的策略就是我不抓短期热点。所以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行业涨那么好我们没有，那个行业涨那么好没有，但这都是短期的，不敢去追。我们一般就是你景气度好，周期位置低，就是我们才会去配置哈。这我们就说了这个景气度的问题。好了，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一整轮这几年当中，你的知识是在不断储备的，你对这5到8个行业，你清楚的知道有一个大概的构思，它的周期位置，它的景气度，它对应的宽基指数的周期位置是怎么样，所以这有一个大概的框架，你知道了。你遇到任何一个热门行业的时候，你不是门外汉，你拆解它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历史上你积累的这些经验都是有用的。你不是门外汉，你不是突然间接触到一个新的东西，而是你的知识积累可以用的。那今年 AI 最火，那你要去研究 AI 每一个方向吗？你怎么研究？你是 AI 行业的工作人员吗？你可能是，可能不是，对吗？如果你不是，你怎么研究？很难，是吧？可是如果我们拆开 AI 的外衣，扒开它的外衣，看它内部的时候，会发现它的主要构成是什么？60%是计算机。哎，计算机这个行业我们可是熟悉的。其实看到计算机的时候呢，就是为了双重确认嘛，我又找了这个美国的 AI 指数。
就是美国也有一个 AI 指数，不是咱们 A 股，是美股嘛。把这个 AI 指数你打开看它股票，它第一什么？微软，第二英伟达，第三谷歌，对吧？发现哎，都是计算机相关的东西，我就明白了哦。那基本上这个拆解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国际通用的。我们说第一步是拆解它，第二步看它主要构成是计算机好了，第三步是怎么样？看计算机的周期位置，这是计算机的周期位置。但其实这个周期位置呢，是一个简化版，就是如果说我们把周期位置里面的一些子要素翻过去看，其实它的周期性是很强的哈。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了，大家就看这个图。当时我们讲的是，就是这一轮的计算机没有走完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这一轮底部是在这里产生的，所以它没有到顶。它这一轮下跌确实不小，因为整个市场都在往下走嘛，但是它还没有走完，所以它可能下一步还会走。我们看，然后下一步是什么？看它对应的宽基。我们有一个表格，大家说，哎，你说我们要积累知识，我们怎么积累？刚才讲的这种大概的周期位置就是一个积累，对吧？还有什么样的行业对应什么样的宽基，你就要知道，对吧？比如说食品饮料对应谁？上证50，300也可以哈。食品饮料对应上证50，相关度达到0.9。什么叫0.9？你上涨1，我上涨0.9；你下降1，我下降0.9，高相关性。如果上证50触顶了或到底了，相对应的食品饮料也是。电子跟谁相关性最高？创业板达到了0.96%。电子里面是什么？电子里面是半导体，对不对？是半导体，它主要构成是半导体。好了，半导体指数如果没有触底，差那么一点，比如说到1或到0.5，发现创业板综指已经到底了，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左侧了，就底部左侧了。如果说半导体现在是0.8，创业板已经到9.5了，怎么样？虽然你没有到9，你才0.8，但是你对应的创业板已经达到了9点多的周期位置了，马上启动顶部策略。所以对应到相应的宽基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宽基指数它就像那个洪流一样，它会影响你里面的小鱼小虾。我们再来讲一个医药生物，医药生物是跟谁高相关性？很多研报说医药生物是成长性的，沪深300非常好，这就是认知，这就是我们积累的知识现在有用，就是你随时拿出来用。家用电器是跟谁相关度最高？沪深300。那么现在我们说我们分析 AI， 发现它里面是计算机，然后计算机对应的是什么？是创业板。我们把创业板的周期位置拿出来看，创业板就是这个周期位置。我们会发现啊，创业板周期跟上证50周期非常不一样，尤其是这一次触底之后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创业板周期图。咱们中国的创业板时间周期太短了。它不是美股，美股是100年的东西。美股你会发现非常强的一些周期性的东西，因为它时间周期足够长，它很好提取。我们创业板前面的数据根本都没有，拿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这一次触底之后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，不同于沪深300跟上证50的周期是这样的。上证50不是这样的啊，上证50是这样的。基钦周期，然后因为创业板就是一个更长方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其实本质上是产业周期，它走的不是库存周期，库存周期是宏观基本面嘛。所有这些东西我会反复跟大家讲，反复在我的直播跟视频当中跟大家讲，你们只要跟上我的内容，每次坚持听就可以了，不用特意去学。你发现这些东西你都有积累了，你听1次记不住，2次3次，因为人的记忆力是有记忆曲线的嘛。你快忘了我再提，最后你记住，你会发现拿一个新的热门行业打开一看你就懂了，这就是你自己的知识了。你不用像一个门外汉一样还要在临门一脚去研究啥是 AI， 没那个功夫。你不要看大家都在讨论啊，又是这个又是那个，讨论的不亦乐乎，没用，对于交易来没有用。我们发现它自己周期位置在底部，它对应的创业板的周期位置也在底部。
还有一个东西需要看，其实就是它的景气度，就是这些行业吧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。然后这个是周期位置，哈，这个就是它的景气度。计算机大概在这个位置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周期位置跟景气度都算中间的，它既不是周期位置低又很高的，也不是周期位置高景气度低的，它基本上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。其实这个数据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很强的有效性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如果说它周期位置很低，景气度很高，那我们仓位会非常高，因为基本面又好，周期位置又低，那我为什么不去选择你呢？但现在呢，它其实就是还好。那么我们会更认为说，从一个基本面上来讲，它 OK， 它不加分也不减分。这个是一个计算机比上整体 A 股全 A 的一个比率，会发现计算机在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好、非常漂亮的图。所以计算机其实我依然是蛮看好的。我们会讲说红利嘛，很多研报会讲说红利为底仓啊，红利是盾，AI 是锚 ，AI 现在是热门。我们在交易上，研报是很好写的，我也写过研报。你不交易，你不落在交易上，研究报告是非常好写的哈。其实落在交易上，我倒反而不是这样建议。我依然觉得说应该选3到5个景气度高、周期位置低，同时它这种套利 K 线在底部，所有这些条件都满足的3到5个方向，就是你整个跨周期这样做的话，效果会更好，会更容易啊！你会发现，如果说你做那种什么以什么为底、什么为锚那种方式去做，你的压力会很大，因为行情变化很快。那如果说你说就我个人来讲，我对 AI 是怎么看？那当然看好了。我们从各个角度去看好，所以刚才我们讲周期策略几步法，不仅可以应用于 AI， 其他也可以，其他的任何热门方向，到再过2-3个月又会出新的方向。